先说清楚，你请我，在这地儿，瞧不上？茄子开黄花变种了吧你？就你那抠搜鸡贼样，请我在这儿吃，我不吃，肯定要给我下套。瞧你点出息，穷命过不上好日子，你不吃，我吃。我是觉得吧，嗨，成亲这么大的事儿，大男人老不主动，女方3番5次的上门催，这事儿不像话。天里灵，地里灵，那路妖精快些行！你不是郭德友，快把二哥给我吐出来，不然我就让我娘烧了你！小颖，委屈你了。小二，上酒，仙姑今儿我喝点儿。这凤冠霞帔、天地高堂，都得齐全做个佐证。这凤冠好找，天地常在，高堂嘛，我有我娘，你有郭伯伯，高堂齐全呀，对，他们就是咱亲爹娘。比亲爹还亲，比亲娘还娘。我都没见过我亲爹娘。你想见吗？当然想了，做梦都想。我在想他们长什么样，干什么的，怎么当的爹娘啊？二哥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问。那问了，你不能不回答呀。那你还是别问了。什么问题？你想清楚了，不然我就不问了。行，你问吧。我再要一份豆腐脑生生味嘛。行，我也来一份。不行，只能要一份我吃。凭什么我请客？他们家的豆腐脑有黄花菜，你忘了？小时候咱俩在黄花店里做蚂蚱，出来以后你身上就长那种水疙瘩，把我给吓的。我伯伯就说呀，黄花菜是你的冲头，就你这身子骨，我跟你说说啊，你有啥吃不了？就是这些海虾、冲头，香椿，不就是丁毛讲的什么过敏源？
真想娶她当媳妇儿，那没病没灾没苦没难，傻呵呵的过一辈子不好吗？啊？这人都死了，别给自己添堵。要是亲爹的话，你说还是不说？拿来。谁要这烫手的山芋呀？你有钱请客吃饭，就没钱把操办你泥娃大哥亲事的钱给结了。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你个小王八狗子，你一说钱你就跑，一说钱你就跑，你给我回来！老夫冒着丢饭碗的风险让我进来的，就不多寒暄，长话短说。顾先生平时的生活习惯，除了你，还有谁熟悉？佣人，但品味与实传用度，都是按照他的意思，非常小心。你给他换的那些布坊也是吗？对，老子和凤铃香。顾先生到底对什么过敏？大多就是一些带有绒毛的植物、颜色鲜艳的花粉之类的。绒毛？狗尾巴草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吧。这么关键的事情你都没搞清楚，你就要认罪啊？不是我置办的，药膏是我给他擦的。这一切线索都跟我有关。郭先生，真的是意外吗？我也不确定，很多地方还很蹊跷。给我点时间，千万别认罪，保重。别扑他！不灭火！清清菜水，清清菜水！拉绳子！快点！导演，我看不见你！抓住绳子！绳子在哪儿？我这是瞎了吗？闭嘴！
听教堂伙计说，潜水队晚上往河里顺线，我怕他们用洋机器放电，赶紧过来通知你们。没想到他们来这时候。哥呀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。牛哥，咱是不是瞎了？牛哥，都别慌，稳着点。官爷，这山下眼的老狮子，明摆着对付咱老师队。丁宝这次真是下狠手啊！怎么了，牛哥？怎么停了？牛哥，官爷，怎么了，牛哥？官爷，牛哥，官爷，牛哥。少爷，线灯实验成功了，不过出了点事儿。什么事啊？哎，捞尸队那哥几个装神弄鬼的，在水底下吓唬咱们潜水员，结果这线灯一闪，全给晃爆忙了。您看要不要给他们安排几个医生啊？哎。回来了。结婚嘛，铺了盖的都得做新的。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、什么讲究，就都拿过来让你挑一挑。你喜欢哪个，我找人去做。我已经找眼科大夫去挨家看过了，探照灯那事儿爆盲不严重，休息2天就都好了。这不料得挨个瞧吧？哎呀，其实呢，我是想从过敏源查起。郭一良所有的布匹呢，都是从这家店买的，我就把他们铺上呢所有已经有的货都拿这儿来，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。软塌塌没筋骨，就是一怂包，闯了祸也不敢认。哎，你再看这匹，板直硬挺，人模狗样，可惜手法用料都太下等，害人不浅。哟，哎，这个好，哎，滑溜，一看就是高档货，王八蛋穿上都能人五人六的。哟，跟你这衣服还挺像。我说郭德友，探照灯的事是我们欠考虑，可装鬼吓唬人就是你们捞尸队不对在先。装鬼是因为你要淹我的龙王庙，我那是为了保护女子学院，你懂吗？我不懂。那你懂什么？你可以护着龙王庙，我就不能护着漕运商会吗？如果采湾取制不能继续进行的话，我们漕运商会就算是毁了。可你这种人说这个没用，你心里永远都只有你自己的事情。行了，你摆弄这些有什么用？高档布匹，光是布料考究算什么大户人家？上面没点苏工刺绣的，你别说是外交官了，账房先生都不带打一眼的。行了，走吧，去绣房看一眼。既然你今儿把布都拿来了，那就先把案子查清楚吧。拆龙王庙还有探照灯的账，回头一块儿跟你算。
草木染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，最近接了趟大红事，这正赶工呢。这是松木红花染的，平时啊，二位还能看到蓝染，都是正宗宣县蓝草。这草木染里面最上乘的，还得说是中药染，比如说，来上一套决明子的床单，包您耳聪目明，睡得好。甭问，顾维良大外交官跟您这儿订货，那肯定是中药染。肯定啊，顾先生结婚用的百合绣丝线都得下名贵中药，大明星王美人小姐亲自来挑的。那您在这过程当中就没出点纰漏？嗨，哪能啊，挣的都是回头客的钱，砸买卖的事儿我们可不干。按理说，王美人知道顾维良容易过敏，她亲自来调药，不应该出问题啊。哎，您这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们是换过一味药，就是这种黄色的丝线。染这种黄色，既可以用便宜的黄布，也可以用贵点的虎杖。王小姐呢，挑的是黄布，可巧的是黄布断货了，我们私底下换成了虎杖。川黄布性味苦，下火通便的常药，这么普遍的药材怎么会缺货啊？是啊，我们也纳闷呢。那几天，整个天津的药材行黄布全断了。王小姐那边货要的又急，实在是没辙呀。一想，反正虎杖更贵，我们也就没再提。好吧，那你把王美人在这里订过的所有颜色的丝线都准备一份。好好好，我需要带回警局化验。哎，得嘞，我这就去给您备上啊。黄布断货，改为虎杖染色。虎杖丝线绣在床单上，导致顾维良过敏。长期大量涂抹的过敏药膏，掩盖了白磷的气味。药膏止痒，但白磷易燃。西湖饭店亮度不够，所以让王美人从电影剧组借来高亮射灯。亮度够了，但温度太高。达到了磷的燃点，所以全都是意外的巧合。但是，顾维良为什么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让磷粉燃烧呢？不对，还有什么人？顾维良为什么过敏？为嘛呢？黄布缺货，绣房用虎杖代替，所以虎杖才是顾维良过敏的源头。根儿在这儿呢。全天津缺黄布，
能赖王美人吗？那赖不着。顾维良大外交官气派，要为婚礼拍一部摩登电影，拍电影得亮堂，肯定得亮堂啊！王小姐是电影明星，高温灯不难搞吧？哎，近水楼台了不是？所以顾维良就叫王美人去找他的助理，问电影公司借了灯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个迂回呀！追根溯源，这案子能赖王美人吗？能吗？嗯？虎杖、过敏药膏、高温灯，这3样缺一不可。所以这个案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石怪云间，足与飞火。您2位这一捧一逗，就是让我相信，他一个大活人，结婚当天，当着一屋子亲朋好友被烧死在舞台上是意外。世事难料。要真是意外，我把这桌子支了。喂，是，好的，都督费心了。让人放。您这是信了？世事难料嘛。都要点紧呐！来，帮曾副队长把桌子卸了啊！桌面清蒸，抽屉红烧。接纳了，接纳了啊！晚上咱们吃肉，曾副队长吃桌子，接纳了，别落下钉子，椒盐儿，嘎嘣脆。顾维良的案子最后被定性为意外，我作为接待人，虽然免了问责，但我还是觉得案子背后……你听，好像是黄离在讲，可能是飞走了。我觉得顾维良不单单是来结婚的，他好像是要见什么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黄鹂啊是留鸟，但是也有一部分会迁徙。不好意思，总说案子扫了您的兴。你还没到听鸟叫打发光阴的年纪，想好了该做什么，别浪费了时光。所以您的意思是不想让我查了？你不是说已经定性了吗？你看这湖，面上很平静，没什么波澜，其实深不见底，暗流汹涌。如果你硬是要跟它较劲，淹死自己不说，恐怕还会殃及到你船上的伙伴。我知道，您不想让我查，是担心顾维良的背后水太深。人呐，心力有限，择其重者而为之，无官者弃之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有限的力量用在你在乎的人和事上，否则有一天，你会追悔莫及的。答应我2件事情：一，照顾好兰兰；2，别去碰危险事情。
这第二件事儿，不也是为了兰兰吗？怎么样？哎，论吃，我荆门神探在天津卫绝对是首屈一指啊！哎，你就说这和风楼的醉鸭吧，大有讲究，酒陈年的绍兴老酒，鸭子在蒸之前必须得先过油炸，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，及时收油才能有味儿。你也尝一个呗？郑副队长抓错了人，鸭子呢他吃不着，我也没份儿。他无功可领，我无过可罚呀，不赏不罚，最太平。所以说，老傅你这是境界，难怪天津城是流水的都督，铁打的您呢。咦，要不然我们再加上一道那什么干烧鸭丝煲呗？早点过了，等人齐了就上。人齐了？哎，来了。秘书长，您说让先吃着，我就没让郭爷等。您来了，您就先入席，我去催菜啊。你喝的茶，像我喝过酒吗？人放了，铁牛他们眼睛也好的差不多了，那就好。对，二位珠联璧合，神机妙算。傅某能够咸鱼翻身，多亏二位。这杯酒，傅某干了，以表谢意。我说老傅，咱这酒也喝了，饭也请了，但咱亲兄弟明算账。我协助你查这么大一案子，你不会就想着请我吃顿饭这事儿就过去了吧？这个，郭爷，这搁以往呢，拨点银钱算嘛事儿啊？可如今我做屁股的地儿都得分出去一半，我也是同样吸拿要素，做不了主啊。靠警局那些3天2头有的没的，够过日子吗？我给你安排一个正经差事，到时候搬到新公寓去。咱这曾路人儿怎么还没上来呢？我去瞅一眼去啊！怎么那么磨蹭？您倒是想得挺周全，要不我这辈子全靠你养得了。我那是为了师傅住的舒服点儿，还为了天津百姓。你少装大头鸟，别把老百姓搁嘴边上来压我，我就是百姓。你要是再敢打龙王庙的主意，那咱俩这丁点不算深的缘分就到头了。对了，顾维良的案子别再查下去了，他背后水太深，不是你我能出去的。我呀，就是一介草民。裁完曲直不关我的事，烧死外交官我也插不上嘴。我就是想守着我那小破面，跟那几个数得过来的人头。但如果谁要敢打他们的主意，水再深也吓不倒我小河神。要不干烧鸭子煲也别上了，秘书长一个人哪吃得了啊？我脑子不好使，但我不傻。郭二哥这么用心查这个案子，
一定有原因。也不是说我自作多情，非把这个原因往自己身上揽。我知道这个时候打扰你很冒昧，但我真的想搞清楚，那郭二哥他查的案子到底……虽然没有找到凶手，但是郭先生，他为我脱了罪，这辈子我都会感谢他。但郭先生，他最在意的不是查清案件。你猜的没错，微良他很可能是你的生父。耗子团球准惹事儿，你团我床底下干什么呀？我把赶线鞭掉屎坑里了，我娘炸了毛，骂声跟打雷似的，我藏哪儿都觉得害怕，只有躲你床底下才觉得踏实。出来吧，你娘不在。曹子刚，专门去挂甲寺买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耗子团球准惹事儿啊！厉害了啊，能耐了，都学会自个儿见人了。你才能耐，这事儿还瞒着我。嗨，这说不定啊，那外交官压根儿就不是你爹。那他要就是我亲爹呢？他要就是我亲爹，我应该难过才对呀。我为什么一点感觉也没有？
堂而皇之，放火杀人。可不，而且下手这么急，您跟顾先生连面都没见上呢。刑局这么短，就算把这桌子蒸炸煮炖，面腿不辣全吃了，我也不信他顾维良是死于意外。武司令明明想送的是和合二仙图，却被调包成火牛图，肯定有诈。江里庙换太子，大匡陈娘娘缠身要紧。除了办喜事，顾维良来京其实是为了跟我会面。甭管是秘书长还是小和珅，知道了都得杀。明白，属下一定在他们之前找到凶手。放火之人，毁人前程，杀人诛心，阴损呐！千刀万剐，不足惜。抓到凶手，死前别让开口。明白。如果确定要确认身世，我会全力配合。那我就单刀直入了。那个王小姐，顾先生有没有跟你提过有什么物件或说法可以证明孩子身世的？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挂坠啊、胎记啊、钥匙之类的？没听他提过。好，太好了，劳您费心了。嘛呢赖着不走，等吃饭呢？你先走吧，我还有些话要跟美人姐聊一会儿。美人姐？怎么了？特别好，你们姐俩好好聊。总往你这儿跑，也怪不好意思的。没关系，我也待不久了。那你这次走还回来吗？发生这么多事儿，天津这地方，看来是跟我没缘分了。问句不该问的，你跟顾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呀？火牛？你说啥？没嘛。又是牛。你拿人家的话干嘛？嗨，达官显贵随的份子呀，可值钱了。拉倒吧，肯定又是查案。跟顾维良有关系吗？哎，我本来就不知道是谁生的，现在好不容易可能知道了，人还死了。不说别的，我得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嘛。告诉你，这案子跟你没关系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查我亲爹的案子，跟你也没关系。这查案跟查爹是一回事吗？那不是一回事吗？哎，是吗？不是吗？拿来。
闹够了没有？有完没完了？你要是再这么多管闲事的话，咱们这婚就别结了，结了没法过。顾老二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以后咱俩谁要再提结婚的事，谁就是王八。夏小姐啊，真不是我夸你，现如今有几家报馆能像您这样啊？他们呐都掉钱眼儿里了，烟火盒大小的文章，那就得要不少银元。新闻的本质是传播有效信息，至于信息是否有效，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思想境界上的差距啊！也就是您愿意免费替那疯癫姑娘等寻亲启事，这要是真找到亲人，那就跟修桥补路一个福报。言过了。不过您这报纸的发行量是不是有点小？里边请。小姑娘您看看，这就是那位姑娘。来，姑娘，我来帮你把这衣服换上吧。嘛情况？让开！有嘛好看的？水和水不溶，都是无形物。自古无形最难化。你看这个火苗苗，看似无形，实则有骨，既长且润，既刚且柔，无所生真迹，人称火牛仙，专门画火牛的。这是哪朝哪代的大家呀？要按生辰算的话，应该是光绪。如果看成化时间，就是现在。我就说嘛，这画看起来没那么古。行，我去会会这大家啊。死囚啊？死了？4年前一场大火，画仔和人都遭烧成灰灰了。这画绝笔，破牛仙，水和水不溶，都是无情物啊！卖不卖？猫猫它不卖，咋办嘛？
王八羔子郭老二，敢用婚事威胁本仙姑，癞蛤蟆拉拉姑，谁稀罕呀？以后谁再提结婚的事儿，谁就是王八，谁就是王八。兰兰，你看这画上的火，跟你照片上的像不像？你哪儿来的？王美人呢？怎么只有一半呢？要不说郭老二是王八羔子呢？行了行了，你去见了王美人？你俩没打起来呀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人家不也怪可怜的吗？而且还说要帮我寻找身世。什么身世啊？顾维良可能是我亲爹。打小我就知道我是抱来的，虽然没有遭过什么罪，吃过什么苦，可谁不想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谁呀？所以这个案子，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，我都得查。郭老二也难不住，那个王八羔子。我和你一起。可是麻绳头子乱糟糟，该从哪儿查起啊？这个女孩，顾维良还有火牛图之间一定有关系。竟然还有本仙姑没有见过的符！哎，这个就是氨基酸的分子结构式。1806年法国化学家发现的。我在你们给我的火牛图颜料里面检测出一种毒素，和无机毒素不同。这种毒素的主要构成就是氨基酸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生物毒素。什么生物？这就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这种毒素具有抑制交感神经活动能力的作用，也就是说中毒后不会有特别反应，但在遭遇创伤的时候，应激机能会失效。王八念经说啥呢？就是说，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不会跑，感到疼的时候不会动。那个外交官那天在婚礼的时候都烧成那样了，他就一动不动的。很有可能就是中了这种毒。如果把毒素加入纹身颜料，会不会让人中毒？理论上讲，大部分生物毒素都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人体。那个女孩跳楼摔下来，居然还能爬起来，好像完全感觉不到疼痛。这个通过法医尸检，应该很快就能知道那个女孩到底中没中毒。法医？丁某不就是吗？这可以给我吗？可以，不过你要小心，不要碰到里面的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揭露真相。我揭露真相。忙着呢。哦。别忘了把皮儿还我。荣医生，都现在了，丁秘书长还没到，要不先给您安排后面的病人？该来的时候，他自然会来。
怎么约在这儿？突然想吃点生冷的。怎么，怕见着熟人？这有什么熟人？你不是说我们只在照相馆里见面吗？在暗房里待久了，关系都不敞亮了。有人把武司令给顾卫良随礼的一幅画调包了，这个是从那幅画的颜料里提取的一种毒素。案子不都结了吗？怎么还在查？君耀哥说，这种毒素可以破坏人的交感神经，阻滞痛感，使人丧失应激反应。而顾卫良失火那天就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君耀，又是樊君耀。明知其中有蹊跷，却不作为。当了丁秘书长，学会装糊涂了。兰兰，等裁判取质一结束，我会立马提交辞呈。我1分钟也不想当什么秘书长。你说咱俩的关系不敞亮，我内心也很愧疚的。我也不想咱们这种偷偷摸摸的关系去影响到你，让你难受。不敞亮，是指我们之间不够真诚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没有啊。你来过这儿吗？来过。跟谁？荣耀说。好。你见谁，要去哪儿，都没有关系。我在意的是，你为什么要说一个根本没有必要要说的谎呢？你去哪儿啊？办公室啊。这是你的办公室吗？我来这是为了查案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好，那你的工作我管不了，我查不查案，跟你也没有关系。你再查下去会有危险的。顾卫良有可能是顾影的生父。顾影，就算有危险，我也不会让他一个人面对。对不起啊，突然想到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我去趟报社，回我的办公室。这位就是学院的创始人杜拜先生。这是建校的时候吧？17年前。启智学院是天津乃至华北最早为女性提供西式教育的先驱。杜拜先生对于中国女性的现代启蒙功不可没，身为女性，敬佩感激。这就是您做此次专访的初衷吗？没错，我想要通过这一次的报道，让更多的女性可以知道，女性可以通过知识来打破性别所造成的不公，挣脱束缚，拥有更广阔的世界。杜拜先生要是在世的话，一定会亲自接受您的采访的。
学院现在还是由杜氏基金在管理吗？根据杜拜先生的遗愿，基金依旧在资助，具体的事情由周墨清校长管理。女子着男子才会穿的尖领衬衫，是启智学院开创的先河。推行之初，还受到了不少的争议呢。看来肖社长没少做功课，过奖了。可一时难挡江湖，直至今日，依旧只有启智学院一家独传。涟漪不断，必有回响。啊，对了，白先生，我还想再看一眼历届学生的留影，好为我这次的报道多积攒一些素材。真是不巧，前段时间校史馆进行整修，学生留影墙没保护好，大量污损，残存的部分还没有整理出来。要不然，等我把整理翻新工作都做完之后，再请肖社长来。实在抱歉。新屋不洁珠，抹泥刷灰哪来的陈年旧啊？一定有猫腻。别说深入调查了，作为记者，想要再进入学院都难。那就这么算了。哎，这事儿都怨我，一开始就不应该用报道做由头。如果假装女学生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女学生？哎，你看我行吗？你笑啥？这不是闹着玩的。哎，你以为我是闹着玩的呀？反正你去，绝对不行。肖兰兰，是不是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不看报、不读书，只会跳大神的神婆？是不是打从心眼里你就瞧不起我？我为什么要查这个案子？我告诉过你。所以不管上刀山下火海，只要有那么一点点，那就都得听我的。嗯。想要进入学校，全盘听我的。肖社长尽管吩咐。平白无故请什么客啊？郭爷和丁秘书长刚破了大案，那奖金能少了？不对，你仔细想想，就你认识的那郭德友，他是请客的主儿？也是，出门不捡钱就算丢，3天不吃饭就算亏喽。郭爷，郭爷，郭爷，你来了，里边请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突然带话说是请兄弟们吃饭吗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又变着法儿骗嘴来了不是？也就你信他，长了咱们河都不守了，上这儿跟他斗贫来，坏了！怎么走了？郭爷，哎呀，为了采办区之2期工程顺利进行，不得已出此下策，把守河的兄弟们都聚过来，见谅见谅啊！哟，哥几个都在呢，大家稍安勿躁啊！爆破完成之后，我们家少爷会第一时间过来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在此之前，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啊，千万甭给我省钱。可就是有一样，不能出这道门，别难为老四啊。于四，咱上回河里那账算扯平了，这回玩调虎离山不太地道吧？我们把你当人看，你拿我们当猴耍呢。龙王庙要是淹了，我拆了你的漕运商会。不
我不慌了。行吧，咱们歇会儿，喝个酒。先斩后奏啊！这要是真炸了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是一点辙都没有。丁秘书长，能耐啊！我说你这大义灭亲的戏码，自打你当上秘书长之后，你演上瘾了是吧？肖兰兰他爸那出是假，搁我这儿好嘛，直接动真格了。怎么着？该生气的人是我，你赌哪门子气呀？如果工程不尽快进行的话，水位会下降，污染物会重新回流。好不容易完成的一期工程也白费了。到时候采湾取直失败了，草原商会也就垮了。那为什么又不炸了？教廷采湾取直，丁卯算是被困死了。您这步妙啊！哎，活了！我直上九天，摘满月，抱得嫦娥哇哇叫啊！哎，路桥并非一人走，一通百通，路路通喽！今日这部戏，你俩最得意。嗯？哎，听闻4脚飞棋是英伦玩意儿，6脚跳棋是德意志的把戏。哦，您博学。德意志来的都有点意思。可不，这虽然是个孩童的把戏，心思算计全在这面上，可攻防不落。别看这小小的棋盘，也可兴风作浪啊！我说话没弯子绕，直话白说。这崔疯子死在采湾取直啊，这顾维良也是他接待的，怎么死人的事儿都跟他这个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丁是丁，卯是卯有关系？您说奇怪不奇怪？光是怪不打紧，奇的是他每次都能神机妙算的把这案给破了，嘿，还每次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！德意志把戏再有意思，就是个玩闹，留着解闷儿。多处骨折，内脏破裂，就算没有当场死亡，疼痛肯定也会造成休克，不可能还能站得起来，往前走2步再摔倒。崔疯子断成2截，顾维良被烧死，也都有不怕疼的表现。这3个案子有关联。怎么了？他活着。人都僵了，你疯了吧？有可能是因为失血过多造成的深度昏迷或假死。以前不是没出现过这种案例，
尸体在被解剖的时候醒过来了。他已经死了。死者为大。行了，你最近太累了。走吧。他活着，我应该先检查清楚。我杀了他。哎，我在呢，你有啥不放心的？这大晚上的又跑一趟，没事就行。确实情绪影响挺大的，把荣医生都请来了，正做理疗呢。行，我去看看。好。什么味儿啊？
别让我弄明白你搞的什么把戏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他怎么跟滩烂泥一样？二哥，二哥，你醒醒！二哥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记得我去找你。炸弹拆掉了吗？炸弹？你真的拆了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。那为什么还会爆炸？我的腿被卡得死死的，你不救我，我差点就被淹死。我受伤时日观你眼睛也看不见了，你不救我，差点被淹死。你为什么不救我？救了，我去救你了。所以你把我扔下了？没有，石头很沉，我搬不动。前面水流很急，那个洞体是倾斜的，水很快就流走，你不会被淹死的。你没有救我，是捞尸队的人救了我。去了，我找了整条河。他们说我是河妖，我没办法，他们说我是河妖。你知道我想睡了吗？就因为你。我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我走不了路了。你没有救我，差点被淹死。你不救我，一定会被淹死。你没有救我，差点被淹死。